大家快看，它是四川古蔺最奇特的一座山，传说是一座火山，至今山顶还在冒水出来，永远都咬不干。据说千百年来从来都没有干枯过，而且周围没有山脉相连，水到底从哪里来？真的是从地下冒起来的吗？而且至今还有一位88岁的老人守候在这里，每天把门锁住，不允许任何人参观。今天我们就上去看一看，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奇？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这里是四川古蔺县的龙山镇，这个地方叫做接山子啊。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这座山的山顶啊。据说啊，这座山是一座火山，在山顶上还不断的冒水出来，非常的神奇啊！今天我们就一起上去一探究竟，走。它这个路啊都是用水泥然后铺叠的，然后旁边有水泥做的这个栏杆，走在上面呢是特别安全的哈。它这个旁边长满了很多这种百香树啊，这个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啊？在我们四川拿来干嘛呢？秋腊肉，炕腊肉就用这个东西炕出来，这个腊肉特别香哈。大家注意看啊，我们从这个位置就要开始往上面爬了，这里的坡度特别陡啊，最少有70度，垂直往上面走了啊。我们从这儿走上去，这里的海拔呢有1300多米啊。你看我穿的这个冲锋衣，走在这儿我都感觉很冷啊。我在这个崖壁上发现了很多小木棍儿，据说是怕老婆的人啊，踩在这个崖壁上蹭这个木棍儿。也有一种传说啊，就是他什么脚感啊不得劲儿啊，他们就会来到这个崖壁上蹭一根木棍在这儿。来，我们往上面走啊，看这儿，阿弥陀佛，这是一个石敢当啊，真的，你们看这个石头，感觉真的像那个火山石啊，特别像，你看。一叠叠的碎的，你看，而且这个颜色你看有黄的、黑的、发白的。哎，我在这儿发现个雕像，看上去感觉有点奇怪。你看啊，圆脸巴、大耳朵，在石壁上凿出来的，但是下面这个身体呢，好像已经坏掉了，用水泥把它补上了。这个应该也是石敢当吧？这山上竟然还有这种水果，你们看一下，红彤彤的，非常非常多啊！看这个树上，你看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水果吗？有没有吃过？你看，看到没有？特别好吃啊！这个叫做，用我们四川话叫做红籽儿。红籽儿特别好吃，甜的，酸酸甜甜呀，有点像那个山楂那个味道，特别多啊！我们一会儿摘点回去吃。往上面走吧。这个房子啊是2层的哈，钢筋水泥修的，真的佩服他们呀！可想而知，这个地方是不通公路的哈。想要在这个山顶修这种房子的话，材料去山下，或者是用人工背上来，用马驮上来，特别的不方便哈。但是修这个庙的人啊，也是特别牛的哈。我们进来看一下，它这儿是个殿堂，这个看到没有？你们知道是谁吧？这是财神爷。祝大家看到财神的朋友啊，都能够财运亨通。中间这位就是文昌帝君呐，这个就是药王，你看他的雕刻栩栩如生。从这里进去呢，就是整座这个寺庙的原址。你看一下啊，它这个门呢，都是在这个崖壁的中间，然后凿出来的，特别厉害哈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上面还写的有字哦，雄冠宁东，这个应该是
明清时期刻上去的吧，非常的古老了啊。往这儿进来，它墙上还有很多凿痕，你看到没有？凿出来的。这道门也是非常古老了哈。到这儿还有一口水井啊，你看这个水啊，就是从地下冒起来了，但是冒起来那个水不是这个，据说在后面一个房间里边，大爷把门锁住的，一般人看不到啊。我们一会儿找大爷拿钥匙看一下。他这边是一个厨房，平时做饭的，你看这个土灶，3个大灶哈，那边就放这个锅碗瓢盆呢，还有个窗户啊。你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它就是个天然的牙缝，刚刚就这么宽，能做一个厨房哈。你看这些岩石，非常的结实。我们去后面看一下，它这个崖壁上好像有字啊。我们要拿手电筒来，看不清楚了，很多都是很模糊了。来看小的吧，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密密麻麻的小字？这个地方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，这个应该是平时大爷睡觉的一个地方，不是很大。往这边走吧，大爷。大爷，你今年好多岁了？你今年好多岁喽88了。88了。你们看一下大爷，看上去不凡啊，88了啊。你一个人在上面吗？一个人啊。听说你这个后面有一口水井，常年水都不干，从这个地下冒起来的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啊。确实能回事。在哪里啊？可以带我去看儿不？可以啊。我们去看一下这口神奇的水井啊，常年不干。现在你看，大爷现在正去把门打开，去看这口神奇的水井哈。这个地方一般人进不来了哈，随时都锁着门的哈。供奉了很多的神像，中间这个观音，这个是谁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看上去有点年代感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全都木质的，然后他们的神态各异啊，在这里面啊，看一下，就在这里边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大家注意看啊，就是这2口井啊。非常的神奇哦！你看，它这儿还写的啊，神秘井泉，舀不干，溢不出，水质清澈，甘甜爽口，自古相传，还能干嘛？下面不能说了哈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水井就在这儿。你们看一下这里边，哦哟，就是一个小的石壁。你看这个水啊，从下面冒起来的。不断的冒啊，太神奇了！来看一下，它这边还有一个大的，注意看啊！哇，这里边好清澈呀，还有长的草哈。你看，都是大爷搞的一个水柜，把它关起来的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就在这个海拔1300米的这个山顶上面哈，周边是没有山脉相连的哈，就是一个山。凸起来的，但是在山顶上面竟然有水不断的从下面冒起来，非常神奇啊！我问一下大爷，这个水为什么从地下冒起来的哈？大爷，这个水是从哪里冒起来的？地下冒起来了，地下往上冒了好多年了，这个水好多年了。哦，是不是一直在冒？这个庙子修起就有水了。这个庙修了好多年了？几百年了。就是几百年，这个水都不断的往外面冒。哦，一直都有水吧？一直都有水。我一直都有水。你在这上面住了好多年了？20年。20年了。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平时都不要人进来参观的？文上不是有写批参观吗？哦，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来参观。
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来参观，只是我们现在找到大爷了哈，他带我们进来看一下，因为比较好奇吧。那你可以跟我讲下这个庙子的历史吧？这个水为啥子会冒起来啊？云南、贵阳、贵州，嗯，黄泥大山，这个山脉是从这个地方流过来的山脉。哦，流过来走这个地方，流走谷地下去，下去就是大山，就到北京。哦，到北京，原在北京叫北平，没叫北京。北平那个地方啊，时常发生一些火灾事故，无故发生火灾事故。哦，万民百姓告到皇上家去，皇上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拆坏就是这个山脉有问题，就派了军师下坡来查这个山脉。军师就在云南、贵阳、贵州、黄泥大山，就在那边又查马鞍山，就查下古陵去了。查古陵去又没有查到，又查落了，又倒转身了，倒到玉华来才查到这个山堡是异火重叠，是个火山异火重叠。是个火山？这是火山，这火山异火重叠，所以说这底下有阴河有水，这是正龙脉，有阴河有水。所以说这个火山它要炒热，它要潮，它一潮的时候水就潮起来了。哦，水就冒起来了。水就潮起来了。这个山不是的一坨梗石堡，这个山是就像个正边上一些石子，这个山不是梗的。这石子不是梗的，所以它一潮就这个水就从这点潮成化起来。像接得高上的冷风，它一回转山就是水。哦，原来是这么的。那个阴阳查转身去汇报皇上，皇上问他要咋个办？他说修庙子来压得住这个山。皇上说了嘛，你去把庙子修要压起啊。他说老爷不得了哦，几百丈高的山，工程量高大，要的是娃来判哦。皇上说，既然是这样，你走，我得包你银子去修吧。就是皇上出钱来修的。修起了又请了和尚在里头管理，庙子就受了感应，就有水流泄密的故事，水米流出来。弄神奇啊！弄神奇啊！这个水米流出来就是水米给这个上和尚吃。群众现在爬在庙子上来看哈儿的高尚，就是和尚现在在不在？那和尚依然存在。问他是咋个养生法子的？他说这个上有米有水，群众现在看到这个上确实有米有水，有这个是吃了鲜米能够长生，所以说群众些都就想吃这个鲜米，那就流出来就只够这个上和尚吃，又没得多余的，就只够他一个人吃。每天节气到时候煮饭的时候就来搓开就够煮来吃。那个时候就是说多了人又不多了米，多人就不增加米。所以说，他认为说这里头可能有库存，就像现在了，比个碟子，一个塑料蛇皮口袋装口袋比，也不是整个板板一多，水就要漏出来，个几角大的就要来得多的吧？是。一多脚多了头了就一颗没得，了，就没得米得了，就只有水没得米得了。意思就是现在是没有米流出来，只有水冒出来。对，就只有水，没得米得了。正因为这个上和尚不能够贪就没得了，贪就没得了。朋友们，这是个传说故事，大家不能当真，它的真假还待考证哈。那大爷，这上面还有啥子看的没得？还有老狗。大约过去几百年的时候，二郎神骑飞马走这个上过，在石头上还蹬丢马脚板硬硬，在这个上的。这个，你看，这真强不强？强惨了。你看强不强？强惨了。真的像那个马印的，马蹄印的，特别像的哈。你看，一个半圆的哈。那然后几个字不认识，念久了古了不知道。这儿还有字啊？几个字念久了。真的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还有字啊！你看。不认识。你看，果然是站得高看得远啊。它外面呢都装了这种护栏哈，走在上面是非常安全的哈。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可以来这儿旅游，风景特别好啊。
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它是下雨天。如果大家来天气好的时候呢，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云海啊，早上能看到日出，晚上能看到日落，这个地方非常漂亮。我要站在这个位置里面看，往下面看，特别高啊！现在看下面那些村庄，就像一坨石头一样；看那个马路上的人啊，就像那个蚂蚁一样，特别小啊。看得非常的远啊，这个地方方圆几十公里都能看到啊。其实呢，阿波也非常恐高，我站在这个位置呢，我这个两腿都在发抖了。但是没办法，克服恐惧，才能给你们拍更好的美景哈。这个地方呢，值得大家过来打卡、来拍照、来旅游、来观光哈，特别好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呢，就到现在为止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